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我们今天要来分析一个我觉得非常强大的人生作业系统。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只透过一个超级简单的30天挑战，就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进行一次意义非常深远的重开机。那今天的分析会分成5个部分。首先，我们会先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很有感的困境，就是感觉卡在一个日复一日的回圈里，时间好像在空转。接着我们会来拆解这个30天实验它背后的底层框架，还有它的心理学依据到底是什么。再来我们会深入分析这个实验会带来的3个核心转变，我跟你说这部分绝对是今天的精华。第4部分我们会用一个超狂的案例来看要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去实现一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的目标。最后我们会揭晓让改变能够真正持久下去的关键秘诀。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谈。好，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部分。你是不是也常常困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回圈里面？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曾经，或者我应该说是正在面临的问题。你想想看哦，在我们这个步调超快的时代，每天被工作啊、讯息啊、各种待办事项追着跑，真的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自动导航模式。那在我们深入探讨解决方案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个情境，一个你可能非常熟悉的情境。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天起床、通勤、上班、开会，然后下班吃饭、滑个手机、睡觉，日子过得飞快。星期一好像才刚开始，一眨眼，又星期5了。上班来了才发现又1个月过去了，时间就像一条没有刻度的河，就这样哗啦哗啦的流过去。你回头一看，上个月到底做了什么？好像跟上个月差不多。那去年达成了什么？好像跟前年也没什么两样。感觉自己就像是困在一个巨大的仓鼠轮里面，跑得很努力，跑得很喘，但窗外的场景永远都不会变，哪里也去不了。这种感觉其实超级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现代人的通病了。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感觉是不是只有我们这种普通人才会有？其实不是哦。今天我们要分析的这个概念就来自这位叫麦特卡兹的先生，他可不是什么普通人，他是 Google 一位非常资深、非常杰出的工程师，是那种在解决世界级难题的顶尖人才。但就算是这样的人，他也跟我们一样，曾经有过这种卡住了的感觉。这点其实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生活有多稳定，这种对于一成不变的倦怠感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他就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太可以预测，失去了那种挑战跟新奇感。正是这种强烈的感受，促使他去寻找一个突破口。而他找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分析的核心，这个30天实验框架。它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哦，它比较像是一个工程师在做产品迭代一样，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微调还有测试的一套系统。它是一个看起来超级简单，但操作起来就威力惊人的解决方案。究竟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拆解看看。这个框架的核心概念真的就这么简单，你只要去想一件事，一件你一直想做，但总是拿没时间、没精力、没天分当借口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在接下来的30天，我每天都要去执行它。这可以是在生活中增加一个好习惯，比如说每天运动10分钟，每天写500字日记，每天用 App 学5个新的外语单词。当然，也可以是减去一个坏习惯，比如说30天不喝任何含糖饮料，30天睡前1小时不看手机，或者30天不抱怨。重点在于，这个目标必须是具体的、可执行的，而且是每日性的。重点来了，为什么是30天？不是7天，也不是1年？这个数字我跟你说，它不是随便乱选的哦，它背后其实有非常深刻的行为心理学考量，可以说是整个框架的精髓所在。你想哦，一个星期7天，太短了啦。你可能才刚克服前几天那个阵痛期，挑战就结束了，那个习惯的回路根本还没有在你大脑中建立起来，超容易就打回原形。
但反过来说，如果一开始就设定一个超宏大的目标，比如我要坚持运动1整年，这个目标看起来太遥远、太吓人了，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所谓的行动瘫痪，就是你会迟迟不敢开始，对吧？所以30天，它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点，是习惯养成的黄金时间。从心理学上讲，它大大降低了我们开始一件事所需要的启动能量。它足够长，可以让一个行为在你脑中形成初步的神经连接，但它又足够短，短到让你觉得好吧，不过就是1个月而已，再困难我应该也能撑过去。它把一个巨大的心理门槛降低到一个你可以轻松跨过去的高度。好，所以我们搞懂了这个框架的为什么跟怎么做，那接下来就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了。做了之后会怎样？这不是什么空泛的理论。麦特卡兹在他亲身实验之后，归纳出了3个超级惊人的转变，这也是这套框架真正的价值所在。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拆解这30天的投入，到底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投资报酬。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你对时间的感受会被彻底重塑。原本那些模糊的好像被压缩在一起的日子，会突然之间变得超清晰、超立体，而且充满了记忆的锚点。你会从一个时间的消费者变成时间的创造者。麦特举了一个超棒的例子，他曾经给自己一个挑战，连续30天每天拍1张照片。这听起来超简单，对吧？不就每天拍张照，有这么厉害？但结果却让他非常惊讶。以前如果你问他上礼拜3在干嘛，他可能完全想不起来，因为每天都差不多嘛。但执行这个挑战之后，因为每天他都必须刻意去寻找一个值得记录的瞬间，所以每一天都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印记。他可以翻着照片说，哇，这天我拍了公司楼下的夕阳，那天我拍了午餐吃的拉面，那些原本会被遗忘的日子突然之间都有了故事。这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我们的大脑对于新奇和有标记的事件记忆会特别深刻。一个小小的每日挑战，就像是为每一天都插上了一面小旗子，让时间的长河不再是模糊的一片，而是由30个清晰的记忆点所串联而成。接下来这点我跟你说超级重要，这甚至可以说是整个30天挑战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核心引擎，那就是你的自信心会以一种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式爆炸性的增长。这不是那种空虚的自我感觉良好哦，而是一种有凭有据的建立在实际行动上面的真实自信。这背后运作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正向心理循环，叫做能力自信回圈。你想哦，当麦特刚开始进行这些挑战时，他对自己的认知可能就只是一个宅在办公室的电脑工程师。但他开始挑战自己，而且是从小挑战开始，例如30天都骑脚踏车上班。当他风雨无阻力完成之后，他内心就产生了一个微小但非常关键的变化。他会想，我竟然做到了。这个小小的成功就是你给自己的一份证据，证明你比你想象的更有毅力。这份证据会给你勇气去挑战下一个稍微更难一点点的目标。可能下一个挑战是30天内跑完50公里。当他也完成之后，他的自信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每一次你完成对自己的承诺，都是在跟你的潜意识对话说，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当这些小小的证明不断累积，你会发现你对自己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他不再认为自己只是个宅男，他开始相信自己是个享受户外运动的人。最终，这种自信的复利效应让他完成了去爬非洲最高峰吉利马扎罗山，这种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壮举。当你的自信心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被建立起来之后，第3个转变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的发生。你会从根本上改变你对可能性的看法。你会意识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宏伟目标，其实都不是靠什么天赋或灵感一触可及的，而是靠着日复一日的微小累积。你会得到一种强大的信念，只要我把目标拆解的够小，我几乎可以完成任何事情。好，讲到这里，我什么都能做到这句话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一个超狂的案例来实际演练一下这个框架是怎么样把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 SOP。 这个案例就是写一本小说。这听起来是个超级巨大的目标，对吧？
很多人一生的梦想就是写一本书，现在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看看如何用这个框架把它拆解掉。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活动，叫做全国小说写作月，挑战者必须在11月的30天内，从零开始写出一本5万字的小说。5万字诶，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吓人？但我们用工程师的思维来拆解一下，5万字除以30天，等于你每天只需要写大约1667个字。1667个字，这个目标听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可怕了？它大概就是4页 A4 的篇幅，这就把一个抽象的巨大的目标转化成一个具体的每日的可以被管理的任务。麦特就真的去挑战了，而他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把这件事的优先序提到最高，在写完今天的1667个字之前，绝对不上床睡觉。这对表的不是灵感，而是纪律。你可能会因此睡眠不足，但你一定会完成你的小说。好，那结果呢？他写出来的书是不是从此一炮而红？这就是整个故事最精彩的反转。麦特非常坦诚地说，他花1个月写出来的小说品质非常糟糕，文笔不怎么样，剧情乱七八糟，完全不是什么旷世巨作。他甚至直接说 "It's awful"， 糟透了。但这就是这个案例最关键的洞见。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完成挑战的重点从来就不是那个结果或产品的品质好不好，重点在于过程以及完成之后带来的身份转变。在他完成这个挑战之后，即使那本书很烂，但在他接下来的人生中，如果他在派对上遇到一位知名作家，他可以很自信地走上前说："我是一位小说家。"这句话背后代表的是他曾经设定一个困难的目标，并且靠着纪律与毅力完成了它。我们的身份认同其实不是由我们的想法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行动塑造的。当你完成了写小说的行动，你就赢得了称自己为小说家的身份。这个全新的身份认同，远比那本糟糕的小说本身有价值得多。OK， 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框架能够改变我们的时间感，建立自信，甚至重塑我们的身份认同。但是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在最后，麦特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智慧，这也是很多人在追求自我成长时常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如果你希望这些改变不只是昙花一现，而是能真正持久下去，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那你选择挑战的类型就非常非常重要。他发现那些又大又疯狂的挑战，比如说1个月内学会一种乐器，或是1个月内练出6块腹肌，执行起来真的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可以在社群媒体上得到很多赞，对吧？但他们就像烟火一样，很绚烂，但也很短暂。通常在30天结束后，你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真正能够融入你生活，变成你一部分的，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微小而可持续的改变。它们就像种下一棵树，一开始不起眼，但随着时间，它会长成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他举了一个超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真的太经典了。他曾经挑战30天完全不吃糖，在这30天内，他确实做到了，非常有毅力。但结果呢？第31天，他立刻就破功了，而且是报复性的大吃特吃，仿佛要把1个月没吃的糖全部补回来。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经验，对吧？发誓减肥，然后吃了1个月的水煮餐，解禁第1天直接杀去吃麻辣锅吃到饱，还加点1份冰淇淋。这就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现象：过度的压抑往往会导致强烈的反弹，因为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是会疲劳的。这种极端的全有全无的挑战，过度消耗你的意志力，所以一旦挑战结束，束缚一解除，你就很难不反弹，它很难转化为一种健康长期的生活方式。所以，真正的智慧就在这里。如果你真的希望一个好习惯能够跟你一辈子，你就要让它简单到没有理由不做。与其设定30天不吃糖，不如改成30天内我晚餐后不吃甜点。与其设定每天运动1小时，不如从每天穿上运动鞋出门散步10分钟开始。这些小小的几乎不费力的改变，才更有可能在你完成30天挑战后，无缝地融入你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你的一部分。听到这里，我想这整个分析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麦特最后用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温柔但非常强烈的提醒：时间是我们最公平也最稀缺的资源，不管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未来的30天它一样会过去。
你可以选择让这30天像往常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然后在月底感叹时间都去哪了。或者你可以选择利用这30天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去尝试一件你一直想做的事，看看会发生什么。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回到原点，但你至少尝试过了。而最好的结果呢？你可能会因此找到新的热情，建立新的自信，甚至开启一个你从未想过的全新的你。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深入分析了30天挑战这个强大的个人成长框架。第一，这个框架透过每天一个小任务，能有效打破生活的惯性，为模糊的时间轴钉上清晰的记忆锚点，让你感觉真正活过每一天。第二，它透过不断完成承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能力、自信正向循环，让你从根本上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任何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希望这个改变能够长久持续，秘诀在于要从微小且可持续的习惯开始，而不是那些很酷炫但难以维持的疯狂挑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